一枚價值650萬美元的口徑巡航導彈在深夜呼嘯着砸向目標，劇烈的爆炸聲響徹荒原。俄軍偵察無人機發回捷報，擊毀烏軍海馬斯。但俄軍指揮官永遠不會知道，他剛剛用這一發價值連城的巡航導彈摧毀了一堆價值幾十美元的廢木頭。同一時間，幾十公里外的密林深處，真正的那輛海馬斯已經完成了他的第3次點名。俄軍一名少將級別的指揮官在被鎖定的那一刻還在通話，下一秒整座指揮所就變成了深坑。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戰爭鬼才 M142 海馬斯，他是如何在幾十美元的木頭模型和幾百萬美元的導彈之間玩出一場價值1000萬美元的荒誕遊戲，又是如何讓俄軍投入整套數十億美元的防空體系，卻連他的尾燈都抓不住的。現在已經是俄烏衝突的第6個年頭，這輛底盤簡陋、外表粗糙的卡車正在給現代戰爭教科書重新排版。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請這位林間幽靈上台，講述他是如何將俄軍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把時間拉回2022年夏天，頓巴斯前線，俄軍正憑借海量的炮彈，試圖用最原始的火海戰術碾碎烏克蘭守軍的防線。突然之間，戰場的游戲規則變了，俄軍賴以生存的後勤補給線開始被頻繁且精準的斷糧。深藏在戰線後方幾十公里的巨型彈藥庫接二連三在深夜化為巨大火球。隱蔽在堅固掩體內的俄軍前線指揮所被從天而降的精確火力瞬間掀翻，跨越河流的關鍵補給橋梁也被精準切斷。是誰幹的？不是昂貴的遠程戰略轟炸機，不是海上發射的戰斧巡航導彈，而是一批由美國緊急援助剛剛運抵前線的海馬斯。海馬斯全稱 M142 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發制造。它的設計理念有多簡約？底盤是一輛重量只有5噸的中型6×6戰術卡車，背上扛着一個標準化的6連裝火箭彈發射箱。就是這麼一套在外行看來略顯簡陋的裝備，卻讓俄羅斯那龐大的戰爭機器頭疼了整整4年。海馬斯採用的 GMLRS 制導火箭彈，口徑227毫米，射程約70到80公里，採用軍用級 GPS 加上高精度慣性導航複合制導，精度號稱可達米級誤差。舉個例子，在70公里外的發射場，它可以把攜帶90公斤高爆破片的火箭彈準確打進標準足球場的球門裡。烏軍多次發布的無人機高空監控畫面證實了這種神乎其神的準確度。對比一下俄軍，他們同樣擁有重型火箭炮，比如口徑300毫米的龍捲風和220毫米的颶風，但開戰初期，俄軍打出的大部分是無制導火箭彈，火力散布大得離譜。想打一個關鍵變電站，一陣齊射過去，彈着點可能偏到隔壁幾個街區。這種靠概率殺傷的武器，在現代精確打擊體系面前顯得無比笨重。海馬斯的每一發火箭都像長了眼睛，更可怕的是它的機動性。從駛入發射陣地，展開設備發射火箭，到收起發射架踩油門撤離，整個過程不到2分鐘。當俄軍笨重的反炮兵雷達捕捉到彈道，再把數據傳給火力單位時，海馬斯早就跑出10幾公里，藏在另一片樹林裡了。一位烏軍前線炮兵指揮官曾對媒體說過一句玩笑話：我們不是在打傳統陣地戰，我們是送最致命的外賣。收到北約數據鏈上的訂單，確認坐標，點擊發射，然後消失在黑暗的樹林裡。俄軍的反炮兵雷達就像是一個在黑暗森林裡找打火機的盲人，剛看到一點火星，那個火星就已經跳到了5公里外，又給你來了一槍。聊完了海馬斯的精準與機動，我們還得把視野拉寬一點，看看它在整個美式火箭炮家族中的位置。很多人不知道，海馬斯其實有一個大哥 M270 履帶式多管火箭炮。M270 採用履帶式底盤，越野能力極強，一次能攜帶2個6連裝發射箱，整整12枚火箭彈，每枚口徑與海馬斯完全相同，一次齊射的火力是海馬斯的2倍，打完就跑的戰術也是一樣的。但它的缺点同樣明顯，履帶太重，運輸不便，公路機動速度慢，維護成本高得嚇人。而海馬斯恰恰相反，他放棄了履帶，選擇了輪式卡車底盤，犧牲了一部分越野能力和火力密度，換来了戰略机動性，能被 C130 運輸機快速空運到任何戰區，下了飛機就能自己開到發射陣地，打完就能迅速轉移到下一個位置，兩者的分工極其明確。M270 負責重錘砸門，在關鍵戰役中對敵方陣地進行飽和式火力覆蓋，海馬斯則負責精準點穴，在整條戰線上快速游走，對高價值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如果說 M270 是拆遷隊，那海馬斯就是刺客。但海馬斯的恐怖之處遠不止於它的機動性和精準度。俄軍打不中海馬斯，不僅僅是因為炮彈跑得慢，更因為他們陷入了一場真假莫辨的認知災難。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烏克蘭正在使用木質海馬斯模型作為誘饵，引誘俄軍發射昂貴的遠程巡航導彈。
這些誘餌用木材制成，但在俄軍無人機的鏡頭裡，與真實的海馬斯幾乎無法區分。報道指出，這些木質模型在戰場上至少吸引了10枚口径巡航導彈，一枚口径巡航導彈造價約650萬美元，10枚就是6500萬美元，而制作這些木質模型的成本可能不到100美元。一位美國外交官甚至直言，他們声稱击毀的海馬斯數量比我們實際運送的還要多。這不僅僅是木頭的勝利，這是戰爭心理學的巔峰之作。當俄軍無人機發現海馬斯時，他們根本無法判斷那是價值1000萬美元的先进火炮，還是幾塊廢木頭拼成的誘餌。這種不對称的心理戰，讓俄軍指揮官在下達導彈打擊指令時，被迫進行一場豪賭。當一枚價值650萬美元的口径導彈撞碎木頭的那一刻，海馬斯的戰術目標已經實現了。它消耗了俄軍昂貴的庫存，同時利用幾秒鐘的決策遲疑，完成了一次死裡逃生。這種狼來了的恐懼，足以讓對方放棄寶貴的打擊時機。而這幾秒鐘的猶豫，就是海馬斯撤離的黃金時間。在消耗戰中，這種不對称誘餌戰術的價值，絲毫不亞於精準打擊能力本身。但海馬斯跑得再快，也得知道往哪兒打。他是怎麼在幾十公里外看見目標的？答案藏在他身後那套看不見的北約情報網絡裡。衛星過頂、無人機巡邏、信號監聽、雷達探測，所有信息在幾分鐘內匯入指揮系統，生成一個精確坐標，通過数據鏈直接發到海馬斯的駕駛艙裡，這才是他能夠百發百中的真正底牌。現在我們翻開海馬斯的賬本，看看他在戰術層面是如何執行外科手術的。海馬斯的主力彈藥是 GMLRS 制导多管火箭彈，單發售價約10到15萬美元，聽起來很貴。但看看它摧毀的目標價值，一套俄軍 S-400 防空導彈發射車價值數千萬美元，一座滿載的彈藥庫裡面放着數萬發大口徑炮彈，價值更是無法估量。很多人盯着單發火箭彈10幾萬美元的價格心疼，但你必須把這筆錢放在戰爭的天平上稱一稱。如果為了摧毀一處滿載的彈藥庫，你需要動用一個炮兵旅進行地毯式轟炸，那不僅要消耗上萬發炮彈，還要暴露整個炮兵陣地，甚至引來對方的反炮兵火網圍剿。海馬斯不需要海量，它只需要極少數。這不僅僅是制導火箭彈的勝利，這是以小博大的工業美學。2023年夏季攻勢中，烏軍利用海馬斯對俄軍後方彈藥庫進行外科手術式連續打擊。據開源情報統計，僅1個月內，俄軍多處大型彈藥庫被精準引爆，爆炸火光在太空中都能被衛星捕捉。到了2024年至2025年，海馬斯的打擊範圍進一步擴展。俄軍每月坦克損失仍維持在數百輛規模，但海馬斯的戰術價值遠不止於炸彈藥庫。它的真正恐怖之處在於讓俄軍整個後勤體系被迫後撤，所有重要彈藥庫和指揮部不得不拉到距離前線80公里以外，補給線被拉長，前線火力密度被稀釋，這就是海馬斯帶來的戰略牽制效應。當俄軍以為後撤就可以萬事大吉時，美軍隨後解禁了更狠的杀器——陸軍戰術導彈系統，同樣由海馬斯發射。一個發射箱裝1枚，射程直接飆升到160公里，後期型號甚至能達到300公里縱深。2023年秋，烏軍首次使用陸軍戰術導彈系統，在夜色掩護下對盧甘斯克和別爾江斯克的俄軍機場發動突襲，多架卡52武裝直升機在地面被摧毀，彈藥庫和機場只是開胃菜。海馬斯真正的封神之戰在於他如何利用情報鏈路，從炸裝備升級到殺指揮。炸彈藥庫是戰術打擊，炸指揮所是戰略癱瘓。2025年7月，庫爾斯克州克列涅沃鎮俄軍第155海軍步兵旅的前線指揮所被直接命中，俄羅斯海軍副總司令古德科夫少校和10多名軍官当場伤亡。這不是誤打誤撞，烏軍技偵人員通過監聽俄軍第155旅與後方的通信，鎖定了古德科夫抵達指揮所的情報。隨後海馬斯發射遠程彈藥，4枚全部命中目標。一名剛晉升少將的軍官就這樣在指揮所裡被炸沒了。這就是海馬斯從戰術武器升級為戰略武器的關鍵，它不只靠彈頭威力輸出，而是靠情報鏈條的完整閉環殺人。發現、鎖定、打擊、評估這個循環，在海馬斯體系下被壓縮到了10幾分鐘。進入2026年，海馬斯的獵殺仍在持續升級。扎波羅熱方向，烏軍偵察無人機鎖定了一處約30至40名俄軍人員的集結地。坐標傳回後，海馬斯3枚導彈精準命中。據信源稱，導彈抵達後無人生還跡象。隨後，當俄軍派出卡車和民用車輛組成的撤離隊前往現場時，第二波集束彈藥打擊精準命中了這支隊伍。赫爾松地區一段公開視頻顯示，18名俄軍人員正在訓練場列隊訓練，海馬斯火箭彈精準命中隊列。克里米亞方向，海馬斯再次立下關鍵戰功。
此次打擊直擊俄軍關鍵指揮與後勤核心，不僅摧毀了前線重要指揮所，造成數十名軍官傷亡，更徹底癱瘓了克里米亞地區的核心後勤樞紐，重創俄軍南線作戰部署。截至2026年中，烏軍總參謀部統計，俄軍已損失約11969輛坦克和24657輛裝甲戰車。這不僅僅是數字，這是俄軍鋼鐵洪流逐步被海馬斯消耗殆盡的真實寫照。如果說陸軍戰術導彈系統讓俄軍把指揮部撤到了300公里外，那即將到來的精確打擊導彈增量4將讓俄軍在整個戰區都找不到安全的地方。據多家軍事媒體報道，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計劃在2026年秋季開始進行精確打擊導彈增量4的飛行測試。這款導彈的最大射程超過1000公里，是現有 GMLRS 的10幾倍，比陸軍戰術導彈系統最遠型號還要遠3倍以上。它採用雙模推進系統，發射後先由固體火箭加速至超音速，隨後冲压發動機接管，維持高速巡航直至目標。關鍵是它完全兼容現有的海馬斯和 M270 發射平台，無需任何改裝即可使用。同一輛發射車，今天打70公里的制導火箭彈，明天打300公里的陸軍戰術導彈，未來可以直接打1000公里以上的精確打擊導彈增量4。戰場縱深的定義正在被徹底改寫。當一輛卡車擁有了打擊1000公里外目標的能力，它就不再是一個炮兵單位，而是一個流動的洲際戰略打擊點。海馬斯的持續火力背後是美國軍工體系的降維打擊。GMLRS 火箭彈的年產量在短短2年內實現了翻倍，達到了月產1000枚的水平。這不僅僅是數字的增長，這是兩種戰爭邏輯的碰撞。俄軍是在消耗庫存的冷戰遺存，美軍是在調用全球領先的自動化產線。當洛克希德馬丁的流水線每天穩定突出數十枚帶 GPS 坐標的精確制導火箭彈時，戰爭的天平早在生產線開動的那一刻就已傾斜。與此同時，海馬斯發射裝置的年產量也從48套翻倍到96套，累計交付750套。整個2026年6月，美國的軍援幾乎沒斷過。五角大樓26億美元的援助計劃中，5億美元直接交付，18套發射裝置被合同鎖定。美國還計劃在澳大利亞建立 GMLRS 海外生產線，年產量可達4000枚。這就是戰爭經濟學，用幾百萬美元的援助換取俄羅斯幾百億甚至上千億的資產損耗。儘管俄軍拼命砸錢，前線依然被打得節節敗退。俄軍建立了專門的獵殺海馬斯團隊，通過無人機巡邏和反炮兵雷達聯動，快速定位發射點，再用伊斯坎德爾 M 高超聲速導彈實施摧毀。2025年內，俄軍在赫爾松州切什列金鎮地區至少摧毀了2部海馬斯发射裝置，隨後又宣稱摧毀了第3套。但海馬斯的數量優勢讓俄軍疲於奔命，打掉1部，烏軍能補回2部。反觀俄軍，戰爭打了4年，連柳葉刀巡飛彈都因制裁產能不足，更別提什麼體系對抗。在這種代際碾壓面前，裝甲洪流不過是移動的靶材。海馬斯不僅摧毀了那些鋼鐵戰車，更從根本上擊碎了鋼鐵洪流不可戰勝的冷戰神話。在這輛小小的卡車面前，數量失去了意義，陣地變得透明，而那種依賴大規模炮火準備的戰爭模式依然成為舊時代的遺物。當海馬斯這3個字成為俄軍指揮所的夢魘時，戰爭早已從鋼鐵洪流的時代滑向了以毫秒計數的精密數字對抗。這不僅是武器的更新，這是現代戰爭邏輯的徹底斷代。本期關於海馬斯的分析就到這裡。最後有2個問題想與各位討論。第一，當海馬斯的射程開始威脅俄羅斯的心臟，這究竟是衝突的終點，還是遊戲規則被永久改變的起點？如果戰場上不再有絕對安全的後方，傳統的大縱深作戰理論還剩下多少生存空間？第二，俄軍到底是因為技術落後抓不到海馬斯，還是因為整個作戰體系已經無法兼容這種高機動的精確打擊邏輯？歡迎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分析，別忘了按讚、訂閱並轉發。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